周杰伦新歌《太阳之子》MV 中都致敬了哪些名画？其中又包括了什么细节呢？新专辑都听了吧？你们觉得好听吗？感觉周杰伦已经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中无法自拔了。这次的 MV 也是超级大制作，比最伟大的作品还豪横，直接用一堆名画串联出了一个逮捕吸血鬼的故事，据说有30幅。那我们直接开始看看能盘出多少幅。开场的城市看建筑风格应该是属于托斯卡纳地区，钟楼和教堂都比较厚重，没有拱顶，房屋密集，所以时间线应该是偏中世纪，不到文艺复兴。一盏煤油灯拉出第一幅画，来自惠斯勒的《灰与白的布局》第1号。它还有另一个大家可能比较熟悉的名字，惠斯勒的母亲，但这个口语化的名字是后人取的。从原本那个抽象的标题不难看出，这幅画和母亲这个主题可以说是1毛钱关系都没有。事实上，当时是因为模特临时爽约，惠斯勒才让自己的母亲顶上的。老年人身子骨不好，所以构图也从原本的站姿变成了坐姿。而这幅画试图表达的其实是一种类似音乐的调性。惠斯勒希望通过并置不同的色彩来设计出一种视觉的平衡，进而叙述出情感，就像音乐那般。所以他也经常用音乐术语来为作品命名，比如交响乐和夜曲等等。19世纪后期，色彩在世人眼中还只是一种指向现实的元素而已，但惠斯勒已经清楚意识到了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在后来的高更、马蒂斯还有康定斯基等人的作品中，都能够看到惠斯勒的影子。用这样一幅作品来展开剧情还是挺巧妙的。镜头一转，照出第2幅画《马拉之死》，达维特的经典政治画。大革命时期，法国内部分裂为了激进的雅各宾派和保守的吉伦特派，也就是左翼和右翼的雏形。马拉是雅各宾派的关键人物之一，结果被吉伦特派派出的刺客夏洛特给暗杀了。马拉患有皮肤病，需要长期泡药水。夏洛特以掌握反革命分子的名单为由，见到马拉，然后一刀把他给嘎掉了。这幅画乍看起来还挺符合真实情况的。然而并不，达维特其实是一个非常善于通过魔改历史来进行政治宣传的艺术家。首先，当时房间里的情况很混乱，血喷涌而出，夏洛特当场就被控制住了。但达维特却刻画了一场静谧的死亡，在温暖且神圣的光影中，马拉倒下的姿势明显是在呼应耶稣下十字架。他哪里还是一名政客，完全就是一个伟大的殉道者呀。MV 中信上的字儿我基本看不出来，只能依稀认出 Vampires are strictly nocturnal predators， 什么 sunlight due to 什么什么，我真的没招了。你们要是还能再看出来一些，请务必分享在弹幕或者评论里。原作中信上写的是1793年7月13日，玛丽安妮·夏洛特·科代致马拉，我非常不幸，希望你能给予我帮助。这些内容当然是达维特杜撰的，因为他不希望把马拉描绘成一个垂涎名单的政客，而仅仅是一个试图对脆弱女性施以帮助的好人，并借以暗示出夏洛特背后的吉伦特派的蛇蝎属性。摄影师转场带出第3幅画，伦勃朗的成名作尼古拉斯·杜普一生的解剖课。杜普是当时阿姆斯特丹政坛与医学界的核心人物之一，画面右边这位就是他。这幅画是伦勃朗接到的第1个正式的集体肖像委托，他当时只有26岁。而这幅画中既精细又充满动态的刻画，直接震惊了整个阿姆斯特丹，伦勃朗的名气也一飞冲天。不过解剖课的说法其实并不太准确，因为这样的场合其实更像是一种社交活动，由杜普主导相关行业的大佬们聚在一起聊天交流，普通民众也可以买票进去观摩和学习。一个冷知识，解剖的样本通常不会是被吸血鬼咬死的人，而是当天被处以死刑的新鲜罪犯。比如这儿躺着的这位就是因为持械抢劫而被绞死的。然后也千万别以为这群人是什么拥抱现代医学的先驱，他们研究人体的主要目的其实是论证造物主的牛逼。不过话说回来，你这风衣是汗身上了吗？看起来真的很违和。
第4幅学院主义钢顶人物布格罗的早期作品《但丁和吉维尔在地狱》，一个取自神曲的场景，聚焦于2个兽乏灵魂的搏斗，肢体很动感，很符合吸血鬼的主题。这幅画本身其实没啥特别的，不算是特别重要的作品。倒是这个布格罗画女孩那是一绝，随便给你们看2张，真的美得不可方物。他画的圣母我也非常喜欢。第5幅蒙娜丽莎闭眼版略。第6幅彼得克拉斯的虚空主义静物画，这种静物画在17世纪的荷兰非常流行，母题是提醒人们生命意识。比较经典的元素有象征死亡的头骨，象征短暂的蜡烛，象征自我审视的镜子，象征时间流逝的钟表，象征美丽与衰败的花朵等等。那封信看起来像是在呼应之前马拉手里那幅，但血迹又对不上。不过这个克拉斯最有名的虚空静物其实是这一幅，因为他把自己也给画进去了。这里背景里的森林有点像克里姆特的作品，有点牵强，勉强算个第7幅吧。第8幅前拉斐尔派画家米莱斯的《奥菲利亚》，一幅讲述女性困境的作品。英国是一个文学强、绘画弱的国家，所以他们那边的画家经常会从文学作品中取材。这幅画也不例外，是来自于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奥菲利亚是个悲剧角色，被父亲利用，被男友抛弃，最后坠入河中，沉入泥底。但在米莱斯笔下，这个场景并非纯粹的死亡，而更像是一个灵魂的自我解放。奥菲利亚神色淡然，仿佛只是在静静地归于自然。这个主题在音乐史上也是常客啊 ，Taylor Swift 去年就有一首 MV 里还出现了另一个画家的奥菲利亚。今夜转场带出第9幅画《吻》。克里姆特的拿手好戏就是把偏写实的人物与抽象化的背景结合在一起，打造出一种梦幻迷离的观感。最绝的是他后来还把这种风格应用到了风景画中，比如我店铺里这幅用顶级工艺纯手工复刻的向日葵，就有着不输于吻的极高辨识度，并且还更适合挂在家里，完美契合各种装修风格。另外店铺里还有其他很多艺术品的复刻，都是一样的工艺，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评论的链接去看看。说回吻，在这幅画中，为了丰富质感，克里姆特是真的使用了金箔，这种金光闪闪的灵感则来自于拜占庭的马赛克，所以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相当于是一幅世俗版的圣像。画中相拥的2人，据说就是克里姆特和他的伴侣弗洛格，但女方这张脸我怎么看都和另一幅金画鲍尔夫人肖像中的鲍尔夫人非常相似。克里姆特和鲍尔夫人又确实传出过绯闻，但这幅吻的委托人又是鲍尔夫人的老公鲍尔啊，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三角关系啊。报纸场景左下角第10幅是傅塞利的梦魇，画出了那种诡异的鬼压床的感觉。右边第11幅是雷格纳的克里奥帕特拉之死，一个在战败后选择用毒蛇咬死自己以免受罗马人羞辱的埃及艳后。上面第12幅是卡萨斯的颓废的年轻女人舞蹈之后，描绘的是热闹舞会之后的那股空虚感，也就是你大半夜走出酒吧或者 KTV 的那种感觉。这里直接被周杰伦写死了。中间第13幅达维特的安德洛马克哀悼赫克托，看过皮特那部特洛伊的人应该很熟悉这个情节。底下被遮住的第14幅不太看得出来，调转180度看场景有点像有地的斩首赫洛菲尼或者牙乙与西西拉，但我没找到原版，不知道观众里面有没有高手。画面转过来，第15幅雷顿的《燃情六月》，晚期学院派的招牌作品之一，又是一幅硬美的画作。旁边第16幅安格尔的《保罗与弗朗切斯卡》，一个关于偷情败露然后双双被杀的故事，同样来自于神曲，警惕色欲啊，朋友们。在旁边是之前那幅赫克托的完整版。第17幅马奈的《女神游乐厅的吧台》，女神游乐厅并不是电玩城，而是个酒吧。普法战争之后，迅速成为了小资产阶级的最爱。马奈用了一种近乎第一视角的构图，
服务员空洞的神情与后面镜子中倒映出来的华丽形成对比，传达出一种现代社会特有的疏离感。在马奈的画中，后面的酒瓶其实是镜子里的倒影，但 MV 中似乎是又在后面摆了一遍，桌面的材质也不一样，可能是为后来那幅夜莺做铺垫。但其实这两幅画的场景怎么拼接都有些勉强，包括这里后面的水晶灯和拱形窗户在夜莺中也是没有的。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点，在早些时候大家都认为马奈这幅画的透视是错误的，因为服务员的背影和这个男人的位置确实很反直觉，正确的透视应该是 MV 里那样的。但后来有人还真在现实中还原出了这个吊诡的角度。服务员递出的酒是苦艾酒，这种从草本植物中萃取出来的酒呈现出标志性的绿色，并且度数奇高，通常都在60度以上。苦艾酒是19世纪后期法国艺术圈子的明星小饮料，马奈画过，德加画过，梵高画过，毕加索也画过，不来上两口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艺术家。那么话既然都说到这儿了，我从来没喝过这个酒啊，这是第一次买，还没开封呢，来品鉴一下。拿出一个古色古香的杯子，是一种偏黄的绿色，我已经闻到有股青草的味道了，感觉不错啊，很清新。来试一下。我这个还是民用版本，只有46度的酒精度，他们那种60几度是怎么喝下去的呀？这个味道怎么形容呢？就像是用生命之水去泡香料和各种中药，然后泡出来的味道，巨恶心。苦艾酒其实是被禁过的，因为大家认为它有致幻的功效，但后来被证实是谣言，所以可能纯粹就是因为度数太高，2杯下去就不知所云了。第18幅夜莺也叫夜游者，爱德华·霍普最有名的作品。这幅画绘制于2战期间，场景设定在纽约。当时珍珠港刚被炸，美国本土也草木皆兵，甚至开始了灯火管制，试图把夜晚的城市引入黑暗当中。这一点从背后房屋空洞的状态就能看出来。而这个被霍普杜撰出来的深夜餐厅，则表现出了一种温暖与疏离的拉扯。一方面，霍普去掉了餐厅的门，我们进不去，他们出不来，而店里的几个人物也是落寞孤独、心思沉重的样子。但另一方面，这个闪耀着黄绿色灯光的餐厅又宛如一艘小船，撕开了街角的黑暗，不仅保护了处于其中的他们，也慰藉了站在外面的我们。周杰伦一口苦艾酒下去，嘿，您猜怎么着？真被置换了。第19幅梵高的夜间咖啡馆，用强烈的色彩和扭曲的透视呈现人性中最赤裸和丑陋的部分。梵高曾在信中把这幅画形容成自己最丑的作品，并表示我试图展现夜晚的咖啡馆是一个可以毁灭自我、发疯和犯罪的地方。镜头推过去，第20幅梵高画来迎接高更的向日葵，看造型应该是他最满意的第4版。第21幅融化的时钟，虽然关联性不算高，但从歌词的暗示来看，应该就是达利的记忆的永恒。镜头平移，第22幅霍普的自动贩卖餐厅，同样是一幅展现现代社会疏离感的作品。女人打扮精致，独坐在深夜的餐厅，似乎在等人，但又没等到。关键 NPC 登场，第23幅梵高的自画像。原作中他用了2种颜色做背景，来探索色彩和情绪之间的关系。这里有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梵高割下的是左耳，他当时对着镜子画自画像，所以画面是镜面对称的，但镜头并不会有这个效果，于是在 MV 中他直接变成了右耳缠绷带。另外，你们觉得梵高当时是割了整个耳朵，还是只割了耳垂？可以猜一下。
OK， 给你们看，这个是当时为他治疗的医生的笔记，可以明显看出来，梵高是一刀下去，直接割了整个耳朵，有点痛。梵高掏出 iPad 展示第24幅画《奥维尔的教堂》。1890年，梵高从疗养院出来之后，就是直接搬去的奥维尔。最后，他自杀的那个麦田也在这附近。现实中，这一教堂长这样。梵高曾表示自己很喜欢湛蓝天空，把教堂映得泛出紫色的景象。皇城 PK 直接打到霍格沃兹了。这里墙上有一幅戈雅的农神石子，非常黑暗的一幅画。戈雅当时已经完全失聪，住在一个昏暗的小房子里面，而这幅画是直接画在他餐桌旁边的墙上的，也就是说，他是戈雅纯粹画给自己一个人看的。可以说是非常下饭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是后来用科技从墙上转移下来的。旁边可以看到之前傅赛利那幅梦魇，但上面这幅就确实不认识了。这个蝙蝠冲破墙壁的场景有点像卡斯帕笔下的那些教堂残垣，虽然我没有找到明确的对应，但姑且算26幅吧。最后拿了十字架 KO 吸血鬼，这个场景埃尔登法环怎么不算世界名画呢？27幅，结尾又是另一个艺术家的克利奥帕特拉之死，28幅那么这就是我能找出来的所有艺术作品了。如果把那些不认识的都加进来，应该确实是有30幅的。OK， 盘完了彩蛋，再来稍微聊聊歌曲本身吧。我之前看预告还以为是夜的第7章呢，结果居然是龙战骑士，但这也没问题，主歌部分还可以，器乐很有质感，竖琴和小号贼好听。歌词的配合也有很多出现过的画作，在歌词里都有体现，但就是这一进副歌吧，很怪，我只能说很怪，欣赏不来。而且这首歌还给我一种拿着锤子看啥都是钉子的感觉，因为它不是从艺术作品出发去讲一个故事，而是为了让这个我说实话略土的故事显得高级，强行把这些艺术作品塞进去，然后他们之间既没有时间的关联，又没有主题的关联，也没有叙事的关联，纯粹为了塞而塞，就很本末倒置，让人一脸问号。这个词儿在讲什么？这个 MV 在演什么？这些话又是个什么成分？他们之间有关系吗？而且你这个前奏好听，间奏好听，主歌却编得像人机，副歌更是拉中拉。当然了，单看这个 MV 本身还是挺有创意的，除了打戏部分，执行的也还不错，不知道你们怎么看？倒是作为一个有女儿的人，我觉得《女儿殿下》这首歌真的夯爆了，一听就很有生活。另外，由于篇幅原因，有些艺术品只挑了最重点的讲。如果想了解更详细的内容，很多艺术家我之前都做过单独的视频的，直接搜名字梵高、达利、克林姆特、伦勃朗、霍普之类的都有。那么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希望你们喜欢，别忘了一键3连，我们下期见。